见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。转眼间，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既然大家都说灵，那我就入境随俗，姑且信之吧。月老啊，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小姐，这么高的树，你能挂上吗？能。希望我的愿望能成真。小姐，你心里已经有个他了吗？还没，就等着他出现了。紫薇，不要笑我迷信，为了你，我宁可信其有。月老啊，我求你保佑我，早点完成我的心愿吧。不是在做坏事，干嘛这样见不得人的？让人家看见我们姑娘家向月老树上系红丝带，多不好意思，会笑话我们的。小声点。啊，有什么好笑话的？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哎，你看人家胡小姐大咧咧的射箭招亲，我们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我系在哪里好呢？我爬上去帮你系吧。咱们啊，现在是在宫外，不用穿那个难受的花盆底鞋了。这个难不到我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完事了，这样你安心了吧？哎，小燕子，
你呢？你不系红丝带吗？啊？我为什么要系红丝带？我又没有事求月老帮忙。你确定？你对永琪或者班建明都没有任何心思吗？哎呀，他们是我哥们，有什么心思啊？走了走了，你办事儿完了就好了。咱们呀，早点回去睡觉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这月老可真忙。就知道这些家伙死要面子，一定都不敢来系红丝带。我小燕子只好服务到家了。得往高处去系。这家伙怎么又回来了？他要系多少丝带？难道还要帮家里的4大才子也系上？他不知道那4大才子是没有姻缘命的吗？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你怎么越跑越高？还站起来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知道，大概是丘比特让我坐在这儿看热闹。你为什么要系那么多丝带？我帮大家都系一些红丝带啊。你看这些丝带，有的已经褪色了，有的被风吹到地上去了，多系一下才安心。哎，我现在怎么回事儿？轻功是越来越退步了，爬个树也会摔下来。你从来就没有什么轻功，好不好？要往高处系丝带，我帮你。踩在我肩膀上，我扶着你的脚，最高的枝子都系得到。嘿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再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系好了吗？快了，把这一把系完就没了。你给多少人系了红丝带？会不会热心过了头啊？什么过头啊？我手里这一把都是给你系的。我觉得你呀最危险了，搞不好都没人要你。给你系了20多条。什么？你给我系了20几条？你就这么怕我没人要？你下来，不要你帮忙，我的事不归月老管。半夜3更的，到哪儿去了？这么半个，你还是把我给摔了。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走，爱干嘛就干嘛。我们可没干嘛，你可别胡思乱想啊。小燕子交给你，她忙着帮大家系丝带，你去帮她系吧。该走的是我。你系丝带，怎么系到班杰明怀里去了？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哎，你看我帮你们系了好多红丝带，你地上的树枝全系满了，我只有往高处去系了。高处太高了，我够不着嘛。班杰明说让我踩他肩膀上去系啊，一下没站稳，不就摔下来了？你看，你看那边，一大排全是给你系的，有20多条呢，你不愁没老婆了。你帮我系了20多条红丝带，你当我是谁啊？老叫你帮我系丝带，难道你不知道我？你简直气死我了！这两人怎么一个样子啊？我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哎，这一夜之间，这树上怎么系满了红丝带啊？
这些孩子都大了，该是帮他们指婚的时候了。是永琪配晴儿，尔康配小燕子好呢，还是尔康配晴儿，尔泰配小燕子好呢？知县卸任了啊，咱们赶紧去送送他。对，得送他啊，必须得送他。快走远了，赶紧点，赶紧点。在那儿呢。看起来啊，除了梅花镇这个坏官外啊，还是有其他的好官在的。这知县卸任啊，还有这么多老百姓热烈欢送他，真不容易啊！哎，咱们下车下马，看看热闹去。哎，乡亲们，进！知县大人，这是我们荣县百姓特别为你定制的一块匾，你就要卸任了，我们送你，请你收下。下吧。啊，好。看不出来，这个知县有5大天地的德政。不能以貌取人，说不定啊，他真有德政。你看，那些欢送他的百姓，个个都是从心里笑出来的，就差敲锣打鼓的欢送他了。现在，请选民代表朗诵知县大人5大天地的德政内容。知县大人，你刚刚上任的时候是金天银地，你住在官府的时候是花天酒地，坐堂审案时你是昏天黑地，百姓含冤时你是恨天怨地。今天你终于卸任了，我们真是谢天谢地。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刁民，本官对你们已经是够好的了，竟敢在我卸任的时候如此的侮辱我！我告诉你们吧，新任知县会把你们整体吃干抹净，还不吐骨头，你们就等着遭报应吧！恶名在，立刻将这位知县大人派人押解到知府，关进大牢，收集他的罪证，快马回报。臣遵旨。来人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冒充皇上，死罪一条！还用我给这位知县大人介绍吗？在下是御前侍卫福尔康，这位是当。你还在那废话什么呀？直接抓起来不就得了吗？连皇阿玛都不认识，季师傅也不认识，傅六叔也不认识，我看你认识的只有钱大人了。钱大人？钱大人是谁呀？钱大人就是你，贪污枉法，花天酒地、金天银地的所得全部装入你的行囊当中。还珠格格说的话你都听不懂，你还算什么父母官？把这个知县抓起来，送到知府大人那儿处理。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你就饶了我吧！皇上，卑职白振华叩见皇上。卑职是荣县新任县令，一上任就遇见了皇上，真是卑职的荣幸啊！卑职将以前任县令为警惕，做一名堂堂正正的父母官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作于人呐。白县令谈吐不俗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尔康，准备纸笔，朕也要送一个4大天地给这位白县令。4大天地？
哦，谢皇上。白县令，请起。谢皇上。白县令，朕希望你做人要顶天立地，除恶要惊天动地，让你的老百姓都能欢天喜地，让这个荣县成为洞天福地。谢皇上恩赐莫大，卑职将把这4大天地悬挂在衙门的高堂之上，时时刻刻谨记皇上的嘱咐，务必做到4大天地。好极了，朕相信你。皇上，不知卑职是否有荣幸请皇上和各位用餐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在这吃饭就是扰民了。尔康啊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偶然经过此地，居然见识了5大天地，还送出了4大天地。如果这荣县真的能成为洞天福地的话，那朕就不虚此行了。白县令，告辞了。哦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皇上，恭送皇上，恭送各位大人，恭送那个格格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班长，你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我只是个观众，这场好戏实在太好看了。不过你也太出风头了吧？那没有办法，除恶就是要惊天动地嘛。这梅花镇呢，有个霸占农地的贪官；这荣县呢，又有个5大天地的贪官。咱们朝廷每年举办科举考试，选贤与能，怎么还会选出这种败类当官呢？想的就令人生气。老爷，您不要生气，这好官啊一定有的，而且好官都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啊您听不见；坏官呢都是嚣张的，所以才会被您发现啊。是吗？当然啊，俗话说好事不出门，恶事行千里。只要我们这一路上除恶务尽，就是这次出巡最大的收获了。老爷，咱们帮百姓除掉地方上的恶流，这简直是大快人心。您听听那些老百姓的声音，对您多崇拜呀！就是，这几天我们多快乐呀！看到老百姓庆祝丰收，打了一场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腰鼓，抓了一群恶霸，摘了2个贪官的乌纱帽，还看见了一场比肩招亲，还让我们见识了老百姓送出5大天地的幽默，也让我们体会到老爷送出4大天地的用心。还有啊，老爷还办了1次月老，成就了一段好姻缘。老爷，您收获了这么多，您还生气啊？我看你应该啊大笑3声才对。看来啊，我应该为你大笑3声才是啊！说的这么好，这么千方百计的想让我开心。啊！今天真是过瘾，抓了一个大贪官，看了一个大热闹。班长，你不要板着脸啦，要不然我让你翻跟斗。哎，你这个大少爷，你也不要皱着眉头了。本姑娘今天心情好，不想跟你们怄气。如果你们要跟我怄气的话，那你们就白气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。我才没跟你怄气啊！不错，如果怄气也是白气啊。有人啊为咱们忙了一夜，该开心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怄气啊？多谢姑娘费心，不过也是白费。你们3个在打什么哑谜啊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紫薇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我也糊里糊涂，小燕子是一张摊开的画，一目了然。但是今天这怄气、白气之说，我真的不懂。小燕子的事儿不懂也没关系，懂了也白懂。你笑话我啊？当心我修理你！想修理我哥也没那么容易，恐怕是白修。好，你们都想惹毛我是吧？哼，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，我让你们白惹。我听了半天呀，简直是白听。不过我还真羡慕你，小燕子，你这么快乐，这么充满活力，我跟你们出来这一趟呀，真是没有白来。我也一直在想，
如果月老要管人间的姻缘，一定会忙翻的。如果不是老爷，恐怕那个大胡子的姻缘也会被吹掉吧。反正我是庙里长大的，我就我是说，我住在庙的旁边。哎，管他灵不灵呢，反正我要帮大家做好事嘛。可是有些人他偏偏不领情。你们大家在打什么哑谜啊？把谜底说出来好不好？昨天晚上帮大家在月老树上系了好多红丝带，本就和永琪知道了，居然说我多管闲事，气死我！原来除了老爷，这小燕子也想扮成月老。这小燕子要扮成了月老，可就是天下大乱了。哎，你看不起我，我还是你的月老呢，你忘了吗？如果不是因为我紫薇，哎呦！我是说，我帮你也系红丝带了，系了好多条。小燕子，不如你也帮我多系一些红丝带吧，我一定不会怪你的。我怎么会漏掉你呢？我帮你系了20多条呢。啊，20多条？你以为我是老爷吗？嘘，别吵，小点声。如果让老爷听见了，那就糟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热心系红丝带啊？你是不是春心动意啊？什么是春心动意啊？你怎么那么喜欢打人啊？一天不打人，你活不了啊！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让老爷爷当月老？太老会胡煮坏事，这不行了。还是丘比特比较厉害。你那个丘比特射箭会不会很准呢？会不会射错啊？对于小手的丘比特来讲，偶尔失误，恐怕也难免啊。月老难为，丘比特也难为啊。因为人啊，实在是太坏了。月老也好，丘比特也好，都斗不过坏人，尤其是男人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男人要那么多老婆做什么呀？月老也是够老糊涂了，给了男人1个老婆还不够，还要给他第2个。这话男人一定不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当然同意了。我也同意。真的吗？你们都是心口如一的吗？可不要白说呀！不要多久，我们都会亲眼目睹的。你们这几个公子哥说的话，我们可都听到了。紫薇，是吗？我们监督着他们几个，谁违了约，我们不要饶他们。是。多亏了你们啊，这些贪官才能现形啊！老爷，请上车。紫薇、晴儿，你们慢点啊！好的，老爷。老爷，我这样可以骑马吗？你看，菲尔正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我呢。你骑术行吗？他还好，反正有车有马的，跑不快。我们4大护卫会保护他，老爷安心了。好吧，你去骑吧，省得你在车里面吵我。啊，你嫌我呀？老爷，你是不是现在喜欢紫薇超过喜欢我了呀？紫薇是块美玉，你呢是一块顽石。嘿，老爷，你要夸奖紫薇没关系啊，你也不用贬低我吧。不过，反正我跟紫薇是结拜姐妹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您
夸奖紫薇，就等于夸奖我了。反正这个美玉和顽石本来就是同家嘛。真能自圆其说啊！出发吧。老爷，一切都安排妥当。好，乐敏啊，你越来越能干了，居然给我们找个这么好的庭园来休息啊！不敢不敢，都是托老爷的鸿福。这郑员外啊，看到我们车车马马，挺热心的，二话不说就借给咱们了。看样子这里是相当富庶啊，老百姓的生活都过得挺好嘛。嘴上有东西啊！老爷，虽然这郑员外家的茶叶不错，可是这是您爱喝的碧螺春，是从家里带来的。您这一路肯定走累了，您快喝，小心烫。这茶怎么是滚烫的？从家里带来的棉套保温壶，效果不是很好。我刚出门注满的开水，走到现在就凉了，所以我特地向郑员外家的厨房讨来了开水，重新给您沏了一壶。紫薇丫头，你费心了。未免太费心了，一路上就看到紫薇对皇上无微不至，如此细腻，让人不疑心也难。傅伯父，您一定渴了吧？请喝茶。看样子，老佛爷的怀疑是真的。紫薇对福伦一直恭敬有礼，特别亲切，他和福家关系一定不浅。尔康，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注意周围的环境，本能而已。这一路都没什么机会跟你说话，但是总觉得你有心事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和多久以前不一样了3年前，碧云寺。不要告诉我你忘了。尔康，你忘记什么了？我也要听。没忘记什么，跟你无关的事，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你还是管永琪和班杰明吧。我就爱多管闲事，我尤其爱管你的闲事。这样，他不说，你告诉我。哪有什么事？我和尔康只是闲聊。你知道，我从小在宫里长大，跟尔康、尔泰、永琪、班杰明都太熟悉了。这次回来，突然发现他们4个全都成了你们的4大护卫，觉得好奇。你怎么没把经过都告诉我呢？我没有跟你说过，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跟你说。这过程简直就是惊心动魄。嘿，我现在成语说的可好了，看什么惊心动魄啦，惊天动地啦，胆战心惊啦，非。你说的是匪夷所思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匪夷所思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成语啊，肯定是有问题的，我老是记不住它。永琪，你和小燕子的默契真好，她匪了半天，我都不知道她想说什么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哈哈，他刚进宫的时候才真逗呢，每次他在课堂上，都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总不知道他要出什么招。季师傅常常接招，接到满头大汗，我们下面都笑成一团呢。哎，还有，每一次我们帮他护航，给他的暗示，全都被他歪曲到不可思议的地步，那才好玩呢。我真嫉妒。永琪，你还记得吗？
你还欠我一个赌。赌？什么赌啊？看来你不记得了。你和尔康一样，都是很健忘的人，许多事都不记得了。转眼间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人生真是瞬息万变。啊，你们有秘密啊？哪有？你们才有秘密。谁跟你说我们有秘密啊？有秘密的人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一路，你们几个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光里全是秘密。小燕子，你一定要把你们的秘密告诉我，要不然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我觉得我和你们都是一挂的人，你们不能再把我撇在一边，我会伤心的。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要是告诉你了，我脑袋就……我以为你们是4大护卫，原来你们是4大伤风咳嗽人。昨晚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，你们都着凉了吗？老爷，要出发的话，得抓紧时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是该走了啊！大家都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就出发吧。出发，出发。小燕子，你一定不要小瞧晴儿，她绝对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但是她是老佛爷的心腹，这次跟我们一起出来，摆明就是要刺探我们的秘密。就是，你怎么一点戒备心都没有？昨天晚上你已经说错了2句话，刚刚你又差点把你的大秘密说出来，吓死我了。还有，你们大家都眉来眼去，也该克制一点了。现在晴儿一定对我们起疑了，大家要不要编造一个故事的说法去告诉她？我们编得再好，到小燕子那儿还是砸了。嗨，你们就骂我好了，我又没有说出去。晴儿一看就是你们4个人的好友，是你们童年的伙伴，你们居然这样防他，跟防贼一样的，你们男人真是没有良心。你的意思是想把你的大秘密都告诉他吗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你会害了我们一票人，我不骗你，是真的。你最好跟晴儿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不说就是了嘛。那你们跟晴儿的秘密什么时候告诉我啊？啊？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嘿，你不说是吧？早晚有一天我会自己查出来的。尔康，碧云寺是吧？我自己问晴儿去。小燕子，我的问题已经够多了，你不要给我制造新的问题。好了好了，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觉得晴儿很好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她。好几次我都想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她了，只是一直忍着没有说而已。我想我迟早有一天会告诉她的。拜托，在紫薇拿到特赦令之前，你千万不能说。好好，我不说，我把嘴巴封起来可以了吧？可是啊，你们一直在说我，你们要管好紫薇才是呢。我觉得她比我更喜欢晴儿。尔康，紫薇那儿就交给你了。小燕子，你不是想骑马吗？让我们一起冲刺一下如何？哎，好啊！可是老爷会骂我们的。管他呢，挨骂是以后的事儿，骑马是现在的事儿。走。对，那好啊，你来追我吧，战！驾！驾！晴儿，紫薇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？小燕子呢？晴儿，你来了，来，你快坐。小燕子洗澡去了。
听老爷说过，你有一手好琴艺，看得出来，你也很懂得保养古琴。出门在外，诸多不便，哪提得上保养呀？只是没事儿擦擦灰尘罢了。至于琴艺，哪敢在琪儿面前班门弄斧呢？说什么班门弄斧？你太客气了。古筝，我小时候确实摸过一阵子，不过一碰到它，就忍不住想起我的额娘和阿玛，然后就哭个不停。最后老佛爷干脆不让我碰琴了。所以啊，这里没有鲁班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一弹琴就想到我娘，但是我越弹琴越觉得我娘就在我身边似的。还记得我娘开始教我指法的时候，光是挑、勾、劈、拨这4种指法就各教了我好几个月，一度觉得我太笨，没有慧根，放弃了我。为了不让我娘失望，我就拼命的学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有一天，我弹了《梅花三弄》那个曲子，还吓倒了我娘。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吧。梅花三弄呀，那可是晋朝时期的曲子，是咱们中国10大古典名曲之一，又叫做梅花引、梅花曲，对吧？你10岁就会弹梅花三弄了，还说没有慧根，那可要气死一大帮弹古筝的人了。看得出来，你有一股不服输的毅力，才能克服各种困难。紫薇，那你的爹娘现在在哪里呢？怎么舍得把你送进宫？我娘在我前年就去世了，我爹在我出生以前就离开了我娘，进宫唯有我不得已的苦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你比我还好，我5岁那年就失去了爹娘，你的感觉我懂。紫薇，我一路看着你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老爷？是，我崇拜他，我觉得他是个很伟大的人。女人崇拜英雄，大概是一种本能。老爷又是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，一言九鼎，操生杀大权，没有人敢跟他说一个不字。这样的人物，谁能不崇拜呢？不过，崇拜英雄是一回事，跟英雄在一起生活又是另一回事。吓到你们了吧？本来啊，我只想叫小燕子一个人的，结果啊，给你们3个全给吓到了。张大，你居然敢拿他开玩笑！开玩笑嘛！永琪，你居然装扮成大野狼的样子来吓唬我们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怎么会有狼皮呢？原来这里的山民啊，都以打猎为生。我发现他们在卖各种兽皮，于是啊，
我就买了这张狼皮。小燕子，这张狼皮啊，是我送给你的。等你回去之后，扮上大野狼，来吓吓那些才子跟美女们。送我的？早说嘛！看看，将来到了书房斋，可要好好的吓吓四大才子。快给我穿上！你这是哪国的狼语啊？根本就不是狼叫嘛！怎么回事？您是傅大人吧？卑职是本地知县刘义新，在此恭候圣驾。刘知县，你怎么知道皇帝亲历呢？回大人，是李巡抚紧急快马密报通知的。巡抚大人嘱咐卑职，以不惊扰皇上的方式保护圣驾，所以傅大人请放心，卑职穿的便服前来，绝对不会暴露皇上的行踪。有劳刘知县。卑职刘义新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知县免礼。既然刘知县都到城门外来迎接朕了，那么朕就去你办公的衙门走走。是，卑职遵旨。欢迎皇上莅临。皇上请。大人请。来，皇上请。这边就是卧房、书房的一起。哦，这是正塔，皇上请。皇上，请。皇上，哎呀，皇上，卑职该死啊！让您来这么简陋的地方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因为早上咱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，这漏水的地方，卑职一会儿就上去修它，请皇上恕罪啊。刘知县，你的衙门怎么那么少人？这官舍又像是年久失修，这地方税收不好吗？皇上，这是乡县税收的账本，里面税收的情况记载的清清楚楚。乡县税收除了一些必要的开支，其余的全部都上交国库了。这地方税收确实不少。不过你为什么不提拨奖金来修复官舍呢？回皇上，卑职认为官舍是为民服务的地方，能遮风避雨就够了。这房子若是哪里需要修修补补，卑职自己动手就可以，不必浪费公帑。啊，知县大人，您还要亲自动手修房子啊？您衙役呢？都干什么去了？卑职也没有几个衙役，他们个个都很忙碌。这种修房子、椅子的事情，就不劳那些孩子了。刘信，你出来！高进。
下了缤纷的美梦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和风清风，寒风暴风。我迎向所有的风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轻松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即使天塌，即使地动，我依旧坚强挺立，坚强挺立，不改笑容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。